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过年前几日，表姐就暗戳戳打探我们在哪个饭店订年夜饭。妈妈没心眼，告诉她花3999在杏园酒店包了房。谁知除夕当晚，表姐王碧芳带着他们一家6口找到我们的包厢。小姑，我们之前订的桌被人占了，这大过年的，你看能不能让我们拼一下桌？可我们的桌子只能坐下12人，我家4口，妹妹家4口，加上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正好12人，根本就没有地方给表姐他们坐了。表姐却笑得狡黠，小孩不占座，大人挤一挤热闹。年夜饭，我们自己的孩子还被挤出去了。表姐说完，就来拉我们桌子上的小孩，你们都起来，上旁边玩去，待会上齐菜了，你们站着吃2口就行了。见我们所有人都愣愣看着她，表姐笑得狡黠，小孩就是坐在餐桌上也吃不了什么。爸爸动动嘴，看到表姐身后的公婆，还有她老公赵二虎和孩子后，到底没说什么，只张罗着让饭店再在我们包房搭个小桌子，给几个孩子上点他们爱吃的菜。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但大过年的也不愿意撕破脸，就勉强大人拼一桌，小孩拼一桌坐着。我借口去洗手，专门去前台问了，我表姐说在你们这订了一桌，被别人占用了。因为经常来这家吃饭，前台和我们很熟，不可能，我们订好的桌不可能给别人。再说，我们2楼还有2间空房，怎么可能发生占用的事情？好家伙，这年头，除了蹭吃蹭喝蹭网，还有蹭年夜饭的。等我绕了一圈再回房间的时候，却差点被屋子里浓烈的烟味熏到。表姐的公公王大栓和老公赵二虎大咧咧在饭桌上抽起了烟，奶奶周彩姑脸色非常难看地放下了筷子，爸爸刘广福也低头扒拉着手机。很显然，大家都很不舒服。手机传来一阵震动声，拿出一看是妹妹刘晓霞给我发的消息，想办法把他们弄走。这一家子在这，我们也不用吃年夜饭了。我也想啊，但这个人情社会，做什么还得考虑妈妈的脸面。今日大咧咧赶走表姐一家，来日妈妈如何回娘家？我手指飞舞回复，我刚刚去前台问过了，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订房间，现在这个饭店还有2间空房，他们就是专门来蹭年夜饭的。妹妹直接给我回了3个感叹号。我低头沉思该怎么想办法把这烦人的一家子弄出去，谁知表姐就在饭桌上吹起了牛。小姑，你们家这几个小孩学习绝对比不上我们家2个小孩，我们老大王浩宇今年上4年级，语数英就没有低于80分的。我们老二王小凤更牛，才上1年级，语文数学都是90分。小姑，你别看你们家有钱，但你们属于土暴发户，要我说，你们还得注重一下小孩的教育。爸爸意味深长地看了妈妈陈月娥一眼，妈妈脸都红了起来。我不忍心妈妈一把年纪还被爸爸阴阳，只能笑着打圆场。表姐，我们2家小孩成绩也都还行，这次基本考了满分，毕竟是小学，知识也简单。表姐呆愣一瞬，表姐夫赵二虎立马笑着接口，牛皮都被你们吹上天了，还满分？你怎么不说教育局是你家开的？爷爷奶奶冷着脸，筷子也不拿了，就冷冷坐在那不说话。表姐夫仿若看不懂，手在转桌上拼命旋转。小姑，不是我说，你们有钱也不会享受生活，谁家大过年还吃2碟？这个什么招牌菜，都是骗你们这些暴发户的，就看你们有钱没脑子，所以一骗一个准。妈妈终于忍不住了，碧芳，这是人家酒店的年夜饭套餐，
任谁来都是这个价格。老板跟我们家熟悉，还送了果盘和酒水。大过年的，你们小孩说话也不能捞不着天，够不着地。表姐拉了姐夫一把：“小姑，他来之前喝多了，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来，咱们吃菜。小凤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吗？把你碟子拿来，妈妈给你倒进去吃。”一整盘糖醋里脊，我们一口都没吃，都被表姐倒进了她女儿的碟子里。接着，她又如法炮制，把皮皮虾都倒在了她儿子的碟子里。但凡服务员上菜，不是他家孩子爱吃，就是他公婆爱吃，我们全家人基本吃不上一口，他就倒在了自己盘子里。爸爸在家族群给我们发消息：“为了你们妈妈，咱们坚持上完菜，爸爸带你们去另一家饭店吃好吃的，已经订好桌了。”想着待会换地方，我们也就不在意他一盘又一盘蘸菜了。可吃菜也堵不住他的嘴，他一边把菜塞进嘴里，一边张着嘴大声说话。菜渣崩到饭桌上，爷爷奶奶借口在房间待着闷，让我老公张建军带着出门逛逛。我悄悄叮嘱老公，去新的饭店让服务员上菜，等会我们过去正好直接吃，也不至于委屈了爷爷奶奶。一下走了3个大人，表姐立马叫回她的2个孩子，又把自己的包放在其中一个空的位置上。看着爷爷奶奶走出去，她满脸八卦，表奶和表爷是不是过年不开心？我还以为她转性了，谁知接着她把矛头对准了我：“表妹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你和你妹妹都生了女孩，你看小姑也生了2个女孩，这家庭没有男人怎么行？表奶和表爷肯定担心100年以后，你们家却连个送殡的男丁都没有，所以才不开心。”100年以后送殡这2个词语一出来，爸爸直接摔了一个碟子：“你会不会说话？大过年你恶心谁呢？”我和妹妹也恼了：“你家有浩宇，你管我们了，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。”表姐看我们真生气了，立马改口，她公婆也帮着教训她：“碧芳，大过年有些话可得忌讳哈，你亲姑姑，你也不能没大没小啊。”表姐夫端起一杯酒，递到爸爸面前：“小姑父，我干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碧芳今天下午跟我一起喝了不少酒。”妈妈顾及脸面，拉扯爸爸坐下来，又恳求地看了我和妹妹一眼。我们虽然仍旧气愤，但大过年的，总不愿意惹妈妈伤心。酒过3巡，爸爸在微信提醒：“再过5分钟就撤，就说姑姑来我们家了，不得不走。”我们坐在圆桌前，如坐针毡，但还是勉强维持表面的和气，其实心底把表姐一家都骂了个对穿。就在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表姐突然把我们4个孩子都叫到主桌前，一人发了一个喜庆的红包：“姨妈祝你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”我忍不住皱起了眉，这又闹到哪出？妈妈看着4个小孩手中的红包，从包中翻出4000块钱，递给表姐家2个小孩，一人给了2000。表姐笑得合不拢嘴，赶忙从小孩手里接过钱放到了口袋里，又笑着问孩子：“你们有什么话要对2位美丽的小姨说吗？”表姐家的2个小孩真就走到我和妹妹身边，对着我们鞠了一躬：“小姨，恭喜发财，钱包拿来。”我和妹妹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可置信。人怎么能不要脸成这副模样？我妈妈都给他们4000了，还跟我们要？爸爸继续在家族群发微信：“少给点打发了他们，爷爷奶奶还在饭店等我们呢。”我和妹妹不情愿的，一人拿出200，递给2个孩子。表姐本来乐呵呵的神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，拉着2个小孩笑着说：“大过年的，
你两个姨妈穿金戴银，拿着上万的手机，对你们倒是抠门哈。我手握成拳，指甲深深扎进掌心，尖锐的疼痛提醒我，大过年的都忍到这一步了，赶紧带孩子离开。谁知表姐的抱怨被表姐夫听到了，他眼神冰冷地瞅了我们几眼，装作喝醉了一样，把我们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抱在怀里。大姨夫给你们发红包，你们怎么没给我磕头？我们两家孩子都没说话，被他抱住的小丫头依依脾气犟，脚蹬腿刨就要从他怀里下去。杀千刀的表姐夫用筷子蘸酒凑到依依唇边，喝了这酒，我就放开你。我大脑一阵充血，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愤恨，抄起手边的酒瓶就站起身。爸爸坐得离表姐夫近，笑眯眯从表姐夫手中接过依依，来，依依，到老爷这里来，让你小姨夫带你们几个小孩去前台拿瓶酸奶喝。小孩子都爱喝酸奶，听到这话，依依立马挣扎着从表姐夫怀中离开，拉着三位姐姐的手，来到妹夫陈大海面前，把手里的红包交到妹妹手上保管，拉着妹夫就下楼去。小姨夫去拿酸奶。看着妹夫带走4个孩子，表姐夫神色不好看。小姑父，我就跟孩子玩玩，瞧您紧张的。爸爸一把掀翻桌子，玩你爹玩，大过年的，我就够容忍你们的了。还让我们家依依喝酒，小孩不能喝酒的消息，你们一天转发800遍朋友圈，我不信你们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纯坏呗。汤水和炖得软烂的鱼肉顺着桌面流到对面表姐的身上，表姐一头一脸都是污糟的汤水，精致烫过的头发上挂满了菜叶子，脸上精心画过的妆容也被污水淹没，顺着煞白的脸流下来的汤水，看起来比巫婆还可怕。表姐的2个孩子哭闹着跑到表姐身边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表姐生的浩宇气愤跑到爸爸身边，对着爸爸就踢了一脚，我打死你个黑心老板！我爸妈说了，你们家之所以有钱，都因为你黑心，要不是你占到了时代的风口，你们家还在土里刨食呢。这话一出来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夺过妹妹手中的4个红包，打开一看，红包里空空如也，啥都没有。快步走到表姐身边，趁她不注意，把妈妈刚刚给的4000块钱从她口袋掏出来，又把4个红包塞回她手上，用空红包骗钱，你们怎么不死一死骗纸钱的？表姐看着我把4000块钱拿走，再也顾不得身上的污渍，扑过来就要夺回那4000块钱，可惜她脚下都是菜汤，一激动，脚底打滑，瞬间扑倒在地。2个孩子看到他们妈妈摔倒，都跑过来要打我。我正想找他们拿回刚刚给他们的400，他们自投罗网，我自然不能放过。拿回最后的400块，我把钱全部放到妹妹手中，身后2个小孩抱住我的腿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把钱还给我，妈妈说了，你们家的钱都是浩宇的，你们家生不出儿子，100年之后还不得求着我们浩宇帮忙泼汤送殡，现在拿点零花钱，只不过是提前要点利息。2个小孩力气不小，抱着我的腿，猛地就咬了我一口，钻心的疼痛袭来，好好的团圆饭被破坏，我的情绪在这一刻达到顶峰，腿往后用力，一脚踹在正撕咬我的浩宇脸上，砰的一声，浩宇摔到他妈妈身边，洁白的毛衣上沾满了菜汤。表姐心疼地抱着浩宇从地上爬起来，表姐夫变了脸，表姐的公婆也心疼地站了起来。人就这么奇怪，刚刚浩宇撕咬我的时候，他们装看不见；刚刚表姐表姐夫各种恶心人的时候，他们洋洋得意。如今吃了亏，立马就变了脸。
妈妈一直左右为难的神色也变了，她心疼地蹲在我跟前，撸起我宽松的裤脚，冰凉的手指小心翼翼在我红肿的腿上轻抚，两排明显的牙印。浩宇这孩子作死啊，把我们家碎碎的腿咬成这样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变了脸。妹妹和爸爸一直紧绷的神色总算舒缓了一些，表姐一家却脸红脖子粗。小姑，你什么意思？大过年，什么死不死的？我们浩宇还是个孩子，你这样说他，你还是个人吗？妈妈手抖着轻轻放下我的裤脚，心疼的让我坐到妹妹旁边，挡在我身前。你还知道大过年的？大过年的，那死孩子把我碎碎咬成这样，我家碎碎要带着伤口过年。表姐崩溃，小姑，你小时候最疼我了，我记得从小你就抱着我，给我买衣服买鞋买好吃的，难不成在你心里我还比不上你们家张牙舞爪的碎碎？这话把我和妹妹气笑了。王碧芳，你有病吧？你自己没妈妈，到我妈妈这里跟我们争母爱，你老几呢你？妈妈更是气得眼眶通红。碧芳，我跟你自小都活在重男轻女的阴影中，所以从你出生，我就想把我身上缺失的温暖弥补给你，但这是你得寸进尺的理由吗？你如何能跟我亲生的孩子比？表姐隐忍的哭声混合着浩宇惊天雷般的哭嚎，炸在我耳边，听得我烦闷不止。表姐夫铁青着脸瞪我，刘巧玲，道歉，道歉，谁来跟我道歉？谁来跟我们一家道歉？口袋中消息提示音响起，打开一看，妹夫说已经带孩子去找爷爷奶奶了，让我们也赶紧撤，大过年的没必要跟他们一家闹。在消息最后，妹夫还发了一条：幸福者退让原则，咱们生活顺遂。他们这一年除了表姐夫在我们工厂赚钱，全家都很辛苦，极度眼红是常有的事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影响咱们的聚餐。我一想也是，懒得再跟他们争执，喊爸妈一起收拾东西回家。见我们要走，表姐夫却挡在了门口，我家2个孩子的压岁钱还回来，碧芳的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浩宇的医药费、营养费，加在一起共计10万块。不转钱，你们今天别想离开这个房间。表姐顺势躺到了地上，小姑，我头好痛，刚刚的热汤泼到我头上，估计是损伤到神经了。浩宇捂着眼睛的手露出一条缝，立马捂着眼睛嚎得更大声，啊，我头好疼，我全身都疼，嗷嗷，都是那个坏女人把我摔在地上，我骨头断了。一直以来，表姐在妈妈面前都是爱占便宜但嘴甜的形象。我们家里条件好，表姐又是妈妈一手带大的侄女，所有妈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明里暗里贴补了表姐不少。就连表姐夫失业，妈妈也帮他在我们工厂争取到一个管理层职位，啥活不用干，就盯着员工操作就行，年薪却是30万。爸爸知道妈妈想拉表姐家一把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没想到帮来帮去帮成仇，不仅大过年来找我们晦气，如今更是讹上了我们。妹妹悄悄凑到我耳边，报警吧。我摇了摇头，正好让妈妈趁此机会认清表姐一家的真面目。有问题一次性解决，以后就能甩开狗皮膏药了。妹妹沉吟一瞬，笑了，还得是你。于是面对表姐一家的讹诈，我和妹妹好像被吓到了，缩到妈妈身后，妈，你带10万块了吗？大过年的，他们要是报警，穗穗和爸爸不会被抓起来吧？那也太晦气了吧。爸爸目光在我们3人身上转了一圈，本来气愤的表情立马转化成害怕，
工厂正月初8还要去市里开会，我要是被抓起来，咱们工厂形象也得受损。哎，我手机里还有3万月额，你那还有吗？咱们凑一凑。”听到我们仨都怕了，表姐夫神色越发得意。我们过完年本来要去马尔代夫全家游的，现在因为你们，行程只能取消，机票、酒店和行程也退不了了。这部分费用是18万，也得算在你们身上。表姐拿出收款码放到妈妈眼底下，小姑，共计28万，你直接扫码就行。我们仨站在妈妈身后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妈妈颤抖着手从包里掏出最沉的一部手机，扫脸开机。表姐和表姐夫脸上都是得意。王小凤小声跟她弟弟讨论，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能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了。浩宇，你挨这一下不亏。房间密封，再小的声音也能清晰传过来。妈妈举起手机，在表姐期待的神色中，对着表姐就砸了下去。一直被妈妈吐槽的板砖手机，总算发挥了它真实的作用。表姐被打得鬼哭狼嚎：“小姑，你疯了吗？”表姐夫神色更难看了，看样子巧玲和小姑父不准备回家过年了。浩宇，来，打电话报警。表姐的公婆也冷着脸：“毕方姑姑，28万对于你们家不痛不痒，但如果毕方姑父留了案底，你们工厂损失的可就不仅仅是28万了。”妈妈手上的动作不停：“28万？呵呵，我做生意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商场上最狡诈的对手也不敢大咧咧就张口跟我要28万。巧玲，刚才录音了吗？”我点头，录了。妈妈颤抖着唇，目光冰冷盯着对面挡在门前的几人。现在，立刻马上让开！我手里有你们全家敲诈勒索的罪证，不想过年回不了家，就给我通通让开！表姐夫神色大变，表姐公婆也慌了神。到底还是表姐能伸能屈，她捂着被妈妈打痛的肩背，楚楚可怜：“孩子等你们该等急了，都怪我们喝了酒。小姑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”众人让开堵住的门，我一把推开，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妈妈深呼吸，吐出一口浊气，转过头看着门前小心翼翼的几个人。过完年，赵二虎不用到我们工厂上班了。我们工厂庙小，供不下你这尊大佛。表姐一家却没有什么反应，仿佛有没有这份工作都无所谓。我和妹妹对视一眼，都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紧接着，表姐脸色大变，伸手就要来拉着妈妈：“小姑，我们全家就指着二虎的工资，您要是把他开除了，不就是把我们全家往死里逼吗？”表姐夫好像才听到被辞退的消息一般，拉扯着爸爸的胳膊：“裴静小心，小姑父，这工厂没有咱们自己人盯着，谁知工人尽不尽心？小姑一个女的不懂，您应该知道我在工厂的重要性。”我直接打开录音，大声播放刚刚表姐夫让妈妈赔钱的语音：“现在因为你们，行程只能取消，机票、酒店和行程也退不了了。这部分费用是18万，也得算在你们身上。”表姐求情的声音低了下去，表姐夫扒拉爸爸的手也松开了。我和妹妹拉着爸妈，在表姐全家的注视下，雄赳赳走出了饭店。到车上，妹妹啐了一口：“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？该死的！这3999的席面，还有小孩点的那桌菜，都便宜他们了。”我笑了，年夜饭我们可没有付钱。刚刚我老公带爷爷奶奶走的时候，我顺手交代他拿了2瓶1000块钱的酒。现在我们走了，这钱前台只能跟表姐他们算了哦。妹妹诧异：“这桌不是咱们提前订的吗？”我笑得更开心了。刚刚我跟前台打探消息的时候，
跟他们说表姐说了，今天拼桌年夜饭，他们家请客。爸爸难看的神色总算变好了一些。你这个促狭鬼！妈妈却愣愣看着窗外，一直没说话。也是，被自己从小疼到大的侄女被刺，妈妈应该心情很复杂吧？但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妈妈还是站在了我们这边。赶去新包的饭店时，恰好服务员刚刚上齐菜。依依他们敏感察觉到妈妈心情不好，一个个凑到妈妈身边，彩虹屁不要钱一样对着妈妈吹，只把妈妈吹得面色红润，搂着几个外孙女，一口一个心肝宝贝的叫。我和妹妹还有爸爸对视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饭桌上其乐融融，刚刚在杏园饭店的阴霾被酒店落地窗前湖边的烟花吹散，盛放的烟花照耀在饭桌上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上，我的心底一片柔软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们努力拼搏奋斗，为的不就是家人幸福吗？本以为这个年会一直在温馨中度过，偏偏有人不想让我们舒坦。大年初一，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，家家户户要互相拜年。爷爷刘老贵和爸爸刘广福带着2个女婿，挨家挨户去拜年去了。我们女眷在家中准备好瓜子糖果，迎接到我们家拜年的亲朋好友。一片热闹中，表姐夫赵二虎带着王浩宇来了。往年他过年从未来过我们家，拜年的人来来往往，我们也不适合当众把他们赶出去，妈妈只能僵着笑抓了把糖果和瓜子塞给浩宇。浩宇，今日家里忙，改日再招呼你们哈。人情社会，表面功夫，我自认妈妈做得足够体面了。但没想到表姐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小姑，求求您不要把我从工厂赶走。还有昨日我们2家一起聚餐，餐食费7800，您家大业大，1分钱不出，未免也太抠门了吧。来我们家拜年的其他人神色各异，妈妈勉强笑着推他们，有什么事改日再说，现在家里正忙。浩宇把手上的瓜子糖果扔了妈妈一脸，你这个老妖婆，大过年舔着大脸让我们家请你们吃饭，表面对我妈妈好，背地里各种阴谋算计。我爸爸说了，等拿到城北别墅的房产证，我们也就不用求着你们了。表姐夫赶忙捂住浩宇的嘴，我和妹妹也愣住了。妈，你把别墅过户给他们了？妈妈赶忙摆手，没有的事，是你表姐说2个孩子以后初中要在西城上，那边的中学没有城北的教学质量高。你表姐王碧芳求着我帮忙过户一下，等孩子上学的事落实了，这房子还是我们家的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房子过户后，人家要是1块钱给你租出去30年，你能怎么办？买卖不破租赁，到时候你就是拿回房子也没用了。妹妹也气笑了，这还是好的，要是人家干脆把你的别墅给你卖了，然后拿着钱跑路，你去哪里找他们呢？你房子已经过户，你就是打官司都打不赢。妈妈脸色煞白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看2个孩子可怜。拜年的人都是人精，笑着说几句吉祥话，就说还得去下一家拜年，就赶忙离开了这个是非地。表姐夫铁青着脸抱起浩宇就打他屁股，浩宇被打得呜呜哭。妈妈今天说的，姑奶做初一，他做15，等房子到手立马转手卖了，妈妈都找好下家了。表姐夫僵着笑，小姑童言无忌，孩子知道什么？我再也忍不住，一巴掌打到表姐夫脸上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。大过年到我们家，恶心谁呢？当着街坊邻居的面，又哭又闹，还说我们不付钱。来，我跟你掰扯掰扯，
那酒席是不是你们全家吃的？整盘的里脊都倒进了你女儿的盘子，整盘的大虾，全桌就你儿子爱吃。我们没吃，凭什么付钱？表姐夫面色青紫，那2瓶酒呢？妹妹蹙眉，大过年你们不得给我们带点礼物？我帮你们选了2瓶酒，你不会这么小气，连2瓶酒都舍不得吧？表姐夫和浩宇杵在那里不肯走，来往拜年的人却都聪慧的不再问，只把他们爷俩当空气。他们呆得没意思，自己灰溜溜走了。妈妈脸色苍白，毕芳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昨晚年夜饭，他们装得多在乎二虎工作的样子，原来他们的目标是那套房子。我怎么这么蠢，差点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我蹙眉，房子不都过户了吗？您这不是已经被人卖了吗？妈妈觑着我们的神色，小心翼翼，还不是毕芳，天天哭着说2个孩子上初中的事不定下来，2个孩子期末考试都不踏实。我想着就是几道手续的事，何苦让孩子跟着挂心，就骗他说房子已经过户了，房产证过2天就下来。我对着妈妈竖起大拇指，妈，您真是颠覆我的认识，800万的别墅就随随便便过户给别人上学了。您法制节目也没少看啊，怎么还这么心大？妈妈嗫嚅，你表姐我看着长大的，她也给我签了保证书，以后绝对会把房子还给我。她着急打开保险柜，把保证书拿给我们看。本人借用小姑别墅上学，待2个孩子上学落实后，立马把房子还给小姑。没有名字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连小孩子写保证书的格式都不如的一张废纸，就安了妈妈的心。听我把纸条内容读出来，妈妈眉毛也皱了起来。之前你表姐给我看的，不是这张啊？好家伙，还整上阴阳保证书了。妈妈小心地拿出房产证给我们，幸好过户最后一道手续麻烦，我想着你们都要回来过年，就放在那没办。我和妹妹同时舒出一口气，妈，求你了，跟表姐断绝关系吧，她就没安好心。妈妈瘪嘴，最终点了头。大年初2，老爷孙福来亲自来接妈妈回家，我和妹妹自觉跟着上了车。一路上，老爷眉毛皱得能夹死苍蝇。毕芳跟我说了，你把城北那套房子过户给了他。不是我说，你脑子是不是缺根弦？房子给了他，还有要回来的。我和妹妹对视一眼，老爷什么时候这么维护妈妈了？妈妈也眼含热泪，爸，毕芳跟我说给孩子上学，我没想到他。老爷嗤笑着打断妈妈的话，上学，毕芳的孩子需要上学，陈旭的孩子不需要上学。你怎么这么蠢？房子不过户给你亲侄子，反而给外户子。老爷的嘴巴一张一合还在说，我却再也听不下去。我以为老爷是给妈妈撑腰的，谁知他纠结的点是，妈妈把房子过户给了表姐，而不是表哥。到舅舅家的时候，表姐一家和表哥一家都在。表姐抿唇看着妈妈，小姑，你别听小孩瞎说，等学籍落实了，我一定会把房子还给你的。表姐还不知道房子还没过户，以为那套房子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，所以还愿意给妈妈画饼。陈旭表哥这下不干了，冷着脸质问妈妈，小姑，凭什么你给毕芳一套房子，却不给我？你自小就偏心姐姐，如今房产大事还偏心她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们家没有男孩子，100年以后不还得靠我？难道你想断了娘家路？想起舅舅舅妈这些年趴在妈妈身上吸血，想起老爷的偏心，再看看王碧芳和陈旭这白眼狼的嘴脸，我直接呛声，表哥，你再说一遍。
舅舅立马护犊子：“你表哥说的就是我想说的。彩霞，你这次做事太没分寸了，你把房子给毕方，最终不还是便宜了外人？我们陈旭才是你嫡亲的侄子，你改日把工厂过户给陈旭，不然以后也别想我认你这个妹妹了。”妈妈眼底一片润红，哆嗦着唇看向老爷：“爹。”老爷抽着烟，看都不看妈妈：“我从小怎么教你的？你外甥就是你亲生的儿子，你不帮着他，你帮着谁？”妈妈站起身，环顾四周，盯着自己的血肉至亲：“所以你们把我当什么？”老爷拿起烟灰缸就往妈妈身上砸，妈妈呆愣在原地。我赶忙把妈妈推开，烟灰缸砸在不锈钢门上，发出哐当一声。妈妈泪水忍不住流出来。我和妹妹护在妈妈身前，却还是强忍着不帮她。有些事必须妈妈自己切割。妈妈狼狈地用手背擦拭去汹涌而下的泪水，一字一句问老爷：“如若我说我永远不会把房子给陈旭呢？”老爷背过身去，舅舅就要来打妈妈，我和妹妹挡在身前，舅舅高高扬起的巴掌到底没落下，声音却比巴掌还冰冷：“那就滚出我们家，以后永远别回来，我们家没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外嫁女。”妈妈执拗地盯着老爷：“爹，你说呢？”老爷一甩手：“滚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”妈妈咬牙：“好好好。”她抓住我和妹妹的手，我的手被捏得通红，妈妈却快步往前走，一下都没有回头。表姐追出来：“小姑，他们重男轻女又不是第一天了，你又何必较真？房产证什么时候能下来？到时候你赶紧拿给我，我好给孩子安排上学。”妈妈的眼眶依旧红肿，看着表姐的表情满是冷漠：“你和他们又有什么不同？不过是公蝗虫和母蝗虫的区别。”表姐神色一僵：“小姑，你还想不想我以后把房子还给你了？你要惹我生气，我可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。”妈妈悲哀地闭了闭眼：“夏家都找好了，你会好心把房子还给我？”表姐神色僵硬一瞬，立马卖惨：“小姑，你们家只有女孩，买不买房没关系，但我们浩宇以后要娶媳妇的啊！再说这房子房产证都过户完了，您现在后悔也晚了，还不如欢欢喜喜把事情办了。我也知道您的恩情。”表姐越说越得意，眼睛亮晶晶，跟妈妈规划她卖了房子以后要如何过好日子。妈妈就在表姐口若悬河时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房子我没过户，我的房子也用不着你去卖。”表姐满脸不可置信，猛地把妈妈扑倒在地：“你怎么会没过户？我现在住的房子都卖了，你跟我说没过户，以后我住哪里？”妈妈身上白色的羊绒大衣被泥土沾满，精致的头发上也沾上草屑，但这都比不上妈妈眼底的沉寂和悲伤。我和妹妹赶忙把妈妈救出来，推开表姐，扶着妈妈上车。妹妹一脚油门，把妈妈恶心不堪的原生家庭抛到脑后。路上表姐还在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抿唇把她拉黑了，想了想，把包括老爷、舅舅、表哥、表姐夫的所有娘家人都拉黑了。以后啊，妈妈没有娘家了。妹妹嘴毒，吸血的娘家没有也罢。大年初二，我们从舅舅家离开后，并没有回家，反而去了警局，把昨日表姐一家敲诈勒索28万的证据提交了上去。表姐还没从房子的阴影中缓过来，又被传唤到警局。当着众人的面，表姐夫把一切黑锅都甩给了表姐，最终表姐因为敲诈勒索被拘留。而我的录音清晰记录了表姐夫的声音，所以虽然他把锅甩给表姐，但他依旧没逃过制裁。表姐和表姐夫被关了起来，
姥爷带着舅舅父子俩来我们家，命令妈妈把之前要给表姐的别墅过户给表哥。妈妈直接破口大骂，姥爷在我们家被骂了一顿，回家后就郁结于心，当晚脑出血瘫在床上。舅舅找我妈妈去看护付医药费，我和妹妹多番打听才知道，舅舅之所以这么着急让我们把房子过户给陈旭表哥，是因为陈旭表哥赌博欠了300万。舅舅在医院为老爷奔波的时候，我们联系债主告知他们表哥的位置，表哥被追债的人拉走了，具体会遭遇什么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了。舅舅一面要照顾老爷，一面要搜找陈旭，没几日就急出了毛病。恰巧此时表姐和表姐夫出来，他们得知舅舅家这一堆污糟事，本打算悄咪咪装作没出来，好躲开吸血的舅舅。但我怎么会让他们如愿？之前敢打我们家的主意，如今就得付出代价。我把表姐出来的消息安排人告诉了舅舅，舅舅仿若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求表姐救一救陈旭。表姐在警局被老公背刺，出来被父亲哥哥当血包，气愤之下拿刀刺进了舅舅的脖颈，舅舅当场死亡。表姐刚出来又被逮捕了回去。表姐夫越想越觉得一切都是我把他们出来的消息告诉舅舅的缘故，找来汽油对着我们工厂放了一场大火，幸好被巡逻的保安看到，及时扑灭了火，表姐夫也被扭送到了公安局。一直冷脸说用不到妈妈的老爷，如今在病床上，唯一能指望的却只有妈妈。医院把电话打到妈妈手机上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和爸爸开着房车到处旅游了。她明知护士开扩音，老爷能听到，依旧对着电话一字一句说，过年期间我爹跟我断绝了来往，以后每个月最低赡养费我不会少他一分，但多的1毛都没有。更让人喜闻乐见的是，表姐公婆没有工作，又赚不到钱，每日带着孩子到处掏垃圾。糟心的人事被甩到脑后，爸爸妈妈每日分享新鲜的见闻和乐事，我们也由衷为他们高兴。接下来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婆婆为了在相亲角钓金龟夫，就吹自己是老处女。妈，你现在60岁，孙子都上幼儿园了。婆婆当场扇了我几巴掌。呵呵，我儿子是领养来的不行吗？现在处女可受欢迎了，你个村里来的土妞懂什么？自那以后，婆婆每天带着不同的老男人回家。直到那晚，我听见了他们的密谋。对啊，这张膜20W 咋样？婆婆究竟在卖什么？婆婆最近得了失心疯，她居然去相亲角搞处女膜拍卖，60岁老处女在线招亲，老 baby 会疼人哦。25、35岁男士优先，有意者可找阿姨要香吻。婆婆站在横幅前，扭起屁股跳上了广场舞。我立刻冲上去扯住她的红内裤。妈，你别闹了，一把年纪，就算公公走了好几年，你也不能说自己是处啊。结果婆婆直接将我推开2里地。你自己不是处，嫉妒我？你个村里来的土妞，根本不懂城里人的喜好。现在我这种老 baby， 丰腴有滋味，各个年龄段的男人都喜欢。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婆婆打开大喇叭，吼道：“温柔知性老姐姐，在线相亲哦，有意者私聊，可以给你私密福利。”真的是得精神病了。打电话找老公，结果他听完却谴责我：“圆圆，谁让你总故意针对妈？所以他现在才想找个老伴啊。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妈有那个需求，你阻挠她求爱干啥？我为难她。婆婆之前上厕所不冲，害得马桶堵了好几次。她还美名其曰道，累积1天再冲，
可以节约水啊。你是农村人不懂，我这叫节能减碳。婆婆不但不讲理，还是个老绿茶。我说的明明是，妈，你会玩智能手机，按一下冲水马桶也不会咋样吧？到了她嘴里就变成，儿啊，妈年纪大了，上厕所不会冲怎么了吗？赵元怎么能叫妈赶紧入土呢？哎，都怪我年纪大了不中用，妈还是吞农药早点去了吧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我气得牙痒痒，当场就拍下罪证。这会看老公怎么维护她那柔弱不能自理的老妈。结果老公看完不但不信，还出言讥讽：赵元，你能不能别造谣我妈？她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去拍卖自己？这个图是你 PS 合成的吧？你经常在网上接单 P 图，没必要这么针对妈吧？难道你真的要逼死她吗？呵呵。看着不远处热情跳舞的婆婆，我果断拨通了打给老公的视频电话。这会儿看婆婆还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。老公，这会儿我没瞎说吧？我也是怕婆婆丢了咱家的脸面啊。嗨嗨，圆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林子轩尴尬地咳了2声，但是话锋又一转：赵元，不会是你骗妈相亲角可以钓金龟福吧？先前我好心好意提醒婆婆，相亲角很多骗财骗钱的，她非说我是嫉妒她有好几个老男人疼，死活不信。结果真被骗子骗光了养老金，然后她就去老公那里找我的茬。儿啊，妈一把年纪了，找啥老头啊？都是儿媳诓我说相亲角有好男人，有钱的霸总暴发户。要不是他，妈咋可能去找刺激嘛？你得心疼妈，说到底我们才是血亲，他终究是个外人。一想到这，我反对了林子轩。老公，你神经病吧？咱们结婚20年，你还不信我？我才是你老婆，你倒是唯妈是从，我说什么你都怀疑，干脆跟我离婚得了，你跟你妈过去吧。林子轩见我气得不行，又出言规劝：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又不是不懂，好了，别闹了。啪，电话迅速挂断。20多年来，老公都爱拉偏架，不论对错，他始终站在自家人那边。婆婆针对我，因为农村人的身份，她过年不让我上桌吃饭。老公也是笑笑不说话。弟妹看不起我，还爱在背地里造谣我当鸡。老公听见了，不去骂弟妹长舌妇，反而质问我是不是真的在外面瞎搞。反正他永远听外人的鬼话，我说啥都是放屁。这是大吗？他也没出轨。这是小吗？外人听去只会怪我不讲理，欺负老年的婆婆。跟恶婆婆斗了10几年，还差这一天吗？刚回到家，看见孩子在乖巧地写作业，我心里总算有了一丝安慰。下一秒，嘈杂的老年 DJ 音乐声从门外传来：赵元，给我拿双拖鞋来。婆婆又带着野男人回家。我劝她晚上不要闹出太大动静，因为女儿在小升初的关键时刻。然而每次婆婆听完，就当着老公的面挑拨离间。我知道了，圆圆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犯错，再也不开灯听音乐了，都是婆婆的错，我是个坏婆婆，我就应该去死。老绿茶，这次老公不在，我看你怎么卖惨。妈，孩子在写作业，你音乐太吵了，关掉，谢谢。婆婆笑眯眯地反对道：哎呦，好音乐通脑子撒，再说了，小孩子学习又不看在家这点时间，他要是个神童，我天天半夜放，他照样考年级第1。赵院啊，咱们得接纳孩子的平庸，不要逼迫他学习。你这个当妈的也太狠心了，天天逼小孩写作业，连点娱乐生活都没了。婆婆总是这样，
瞎用歪理，我长了100张嘴也说不过他。妈，大宝马上考试了，你要听能不能去外面听？见我真生气，婆婆关了音响，但故意不换鞋，高跟鞋哒哒哒地踩在地板上。我只能将女儿带进有隔音的书房，转身时却听见了那男人的嘟囔：“他这看着也不是处吧，不过腰确实细，但是20W 还是开高了。哎呦，他这个年纪很稀缺的，我们再商讨1、2咋样？等等，婆婆到底在跟这个男人密谋什么？”我看了眼自己的腰，不会说的是我吧？老公，你知道妈又带老头回家了吗？他们每晚都搞出那种动静，你也不怕孩子身心受影响？林子轩笑嘻嘻的：“好啦，老婆，别生气，妈不会太过分的，我要加班呢。”他今天的语气很不对劲，有种欣喜若狂的感觉，像早知道我会这么问，回答得十分快速。真奇怪，半夜洗完澡，婆婆突然发问：“赵元啊，你跟子轩自从上次流产后没同房吧？最近月子做得咋样？”我皱皱眉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，老妖婆关心起儿媳了。妈，医生叮嘱过的，我才休息半个月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赵元来，喝了这杯热牛奶。今天的婆婆实在反常，她往常只有老公在的时候才会如此殷勤。好。我长了个心眼子，只是微微抿一口，不料婆婆直接肘击，将半瓶牛奶兑进我嘴里。圆圆，这是我去庙里拜来的平安符，保佑你以后再也不会小产的。女人最懂女人，喝了吧。回房时，偷笑声从身后传来：“哎呀，事儿成了，嘿嘿。”奇怪，怎么头开始晕乎乎的？我立刻冲进厕所抠嗓子眼，将刚刚喝的牛奶吐了出来。婆婆该不会是逼我喝安眠药，自己晚上好闹腾吧？然而此时，她直接冲进房间，将年幼的女儿拉了出去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跟妈妈睡，也不害臊。今晚打雷，大宝害怕，偶尔睡一下没啥事啊。妈你别咚，婆婆直接将我推到了床上。好好休息吧你。啪叽，她居然把房门反锁了。今晚我有事，你别出来打扰我们。脑海中突然出现那个老男人的脸，肥头大耳，满口黄牙。等等，婆婆难道要在客厅胡闹？那也没必要把我的房门反锁吧？还好有钥匙。刚开门，厕所里传来密谋声：“15W 吧，不至于那么贵。你不是说有私密服务吗？哎呦，我现在不是正在帮你了吗？”他以前是瑜伽教练的，那个腰哦，细得要命，这身材还不满意，买1送1，那你得再加5万。好吧，说好了啊，你这儿媳的膜可不能再出售给别人了。等等，感情婆婆这20W 卖的是我啊！寒意爬上脊背，我的腿像灌入了水泥，动弹不得。好了，等会他药效一到，你就叫王哥直接来。你不怕你儿子生气？我早就问过了，20W 啊，那张膜很宝贵的好吗？哎呦，也不骗你了，我儿媳之前小产，我给她做了处女膜的修补手术，就等着这天呢。可以的，王哥就喜欢人妻。放心，他今天跑不掉的。王哥在门外安排了小弟看守。听闻如此，我的腿瞬间软了。所以林子轩是知道这件事的，就因为20W，他把结婚多年的妻子随意送人，心寒得彻底。突然，浴室里有了新动静，他们要出来了。短时间内我无法带着女儿一起跑，更何况门外有人看守。于是我迅速逃回房间，拿起手机报警。你好，我叫赵元，家住小区 B 栋506号。
我要举报我婆婆非法卖淫，她要把我20W 卖给老男人。你好，赵女士，别害怕，我需要继续跟你核实一下情况。您婆婆20W 将你卖给陌生人，地点是在家里对吗？发生的时间是晚上11点5分。对，他们就在门外，马上准备来找我了。你们快点，门外有壮汉看守，我根本跑不掉。好的，请不要害怕，我们会尽快赶到，请保持镇定，必要时刻可采取自卫手段。嘟，电话挂断，心才敢放下。我又拿起水果刀，藏在袖口间，将开了录音的手机放在床底。这将成为最有力的证据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客厅也安了监控。刚刚听他们的对话，婆婆应该经常干这种勾当，肯定私底下有资金交易。这些都是证据。我强装镇定，让自己平躺在床上，只要坚持到警察来即可。忽然门锁松动，婆婆在外面喊了几声：“儿媳啊，你睡了没？赵元呐，好了，你们记得扒拉他几下，测试看看迷药生效没有。”刷刷，脚步声渐近，2道男声响起。哎呦，这女人不愧是人妻啊，腰真细，被调教过的，果然风味独特呢。这样貌也算上等了，在这批货里面。男人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裤腿，一路向上。等等，他是不是醒着？不是下了药吗？我试试。啪啪，几巴掌直接抽肿了半边脸。我咬牙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还怪泼辣的，没事，待会喂点药，她保准听话得很。对，她婆婆说留条命就行。呵呵，也真是舍得。王哥，你说是吧？好了，别太过分。我的手心死死捏住衣袖里的小刀。如果他们敢乱来，我就拼命喂药。男人宽厚的手掌撬开我的嘴巴，药水灌入口内，十分呛鼻。我挣扎着一脚踢在他裆上。王哥，你没事吧？下一秒，我呸呸呸吐出了药水，拿起小刀比划。再敢乱来，我就捅你们了，就知道你是装的。赵元，你刚刚报警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为首叫王哥的男人呸了2口，笑眯眯地露出黄牙。赵元，你以为报警就安全了吗？那个手机，我们早就做过手脚了，你打通的根本就不是110，哈哈哈。旁边的小弟将床底录音的手机翻出来，狂踩几下。骚娘们，还敢算计我们大哥？你还不够格，王哥，千万不要让他身上有块好皮啊！下一秒，那小弟迅速夺走我的小刀。王哥抽了我几个巴掌。妈的，臭娘们，敢报警，真以为我好欺负？今晚饶不了你！我缩在床头狂摇头喊救命时，王哥将那把水果刀拿起来，咧嘴露出金牙。赵元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泼辣的，叫啊，叫不出来是吧？我用这把刀在你的身上划个辣椒，看你叫不叫。王哥将那把水果刀拿起来，步步逼近。突然，敲门声混着女儿的哭声响起。你们放过我妈妈，让我进去，我要救妈妈。王哥咧嘴笑了，看着女儿的眼神放光。买1送1，快把他女儿带进来，母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双倍快乐。女儿被小弟推进来，婆婆终于有了一丝良心，颤颤巍巍道：“王哥，孩子还小。”那烟头差点砸到我眼睛里。收钱的时候可没见你犹豫，滚犊子！再管闲事，我连你也不放过。赵元啊，不是我不救孩子，要怪就怪他不是个带把的吧？哎呦！他，房门紧闭，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我看眼前一左一右2个男人，
眼角滑落2滴泪。女儿的哭声响彻天际，像锤头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。你们放开我的妈妈！老公，你真恶毒啊！现在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。王哥吐了烟杆，笑眯眯的。赵怨，要怪就怪你嫁到这家来。哈哈哈，你不知道吧？你婆婆早就在房间里装好监控，等着你自投罗网。我抬头，迅速捕捉到了墙角的小型摄像头。什么脸皮贞洁也不要了，立刻脱掉自己的睡衣，巴结道：“王哥，你那个小弟一直盯着我看呢，他是不是也想来啊？刚刚他还摸了我的屁股。”被我说中了的小弟眼神闪躲，王哥一脚过去。老子的女人，你也敢惦记？见小弟逃跑后，我又攀上王哥的肩膀。王哥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婆婆喜欢用监控拍视频，然后去小网站上出售的。你也不想被别人看见吧？信不信？我婆婆现在就躲在监控后面开直播呢。王哥骂了2声，一脱鞋将监控打下来，气鼓鼓地冲了出去，顺带还不忘锁门。我看着躲在角落里眼神呆滞的女儿，心疼地揪在一起。大宝，别哭啊，妈妈等会就带你走。你躲在衣柜里，保持冷静，别怕好吗？这把刀拿着自卫，如果有谁扒拉你，你就捅他的裤裆。随后我打开窗户，看了看具体高度，我家在6楼，实际层高4楼。如果想活命，就得从这里跳到楼下的阳台。床单可以做成绳子，但是王哥怎么解决呢？我突然想起烟灰缸砸后脑勺的小说桥段，角度和力度都要恰到好处。突然门开了，小弟骂骂咧咧地冲进来：“你个狗娘们，居然敢跟大哥举报我！你看我不搞死你！”话毕，他一脚踹了过来，所幸我身子灵活，很快就闪躲开，拿起脚边的丝袜就勒住了他的脖子。人力气大，却有些笨拙。你 TM 的，等着吧，大哥来了我就去告状。听到王哥的声音响起，我连忙松了手，哭哭啼啼地坐在地上。王哥再不来，我的清白就要被他夺走了。他脱我的丝袜就算了，还逼我，呜呜！见状，王哥气得一巴掌抽在小弟身上：“滚出去！大哥不是我，你别听这心机女瞎说啊！”妈的，那老妖婆居然还真在开直播，死女人！还好我直接砸了她的手机，瞎说还歪打正着了。嘿嘿，小辣椒，我来喽！闻言，我脊背一凉。王哥，你把这个小弟赶走吧，我害怕，他刚刚还摸我那里了。你要是把他赶走，我就好好伺候你，我会钢管脱衣舞哦。王哥立刻冲出去，又朝坐在门口的小弟踹了几脚。滚滚滚！小美人，现在满意了，可以好好服侍我了吧？王哥，我老公每次都特别喜欢一个游戏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他每次第2天都起不来去上班。王哥眼睛一亮：“你看我现在也跑不掉了，门外都是你的人，我还不如好好伺候你呢。你先把眼睛闭上。”我示意女儿钻出衣柜，把抹布拿过来，自己又摸上了王哥的啤酒肚。我要是不舒服，你就等着挨揍吧。丝袜缠上他的手臂，又打个死结。你把我绑起来干什么？王哥，现在是不是心跳加速了？对对对，你快点啊，小美人。要是我不满意，你就等着被我用刀划划吧。王哥趁机捏了我几把，猥琐的大笑。呜，混着84消毒液和洁厕灵的抹布捂住了王哥的口鼻，瞬间他疯狂咳嗽，身体不停地扭动。我也没敢下重手，怕出人命，抄起烟灰缸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。
折腾了没几下，人没动静了。死肥猪，老娘打不死你！女儿立刻抱住我，哗哗掉眼泪。嘘，别说话，来帮妈妈把床单搞下来。我们将床单和被套打了个死结，反复确定松紧后，我将女儿牢牢绑在了床单上。等会你就借机扒住楼下的阳台，不要哭也不要往下看，这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。我将五花大绑的女儿放到窗户外。宝儿，别怕。哎，对，抓紧了，妈妈在上面抓着你呢，妈妈在，不要哭啊。终于女儿顺利扒着栏杆，爬进了楼下的阳台。然而这时，不合时宜的敲门声响起。大哥，电话来了，黑龙找你。此刻，地上的王哥居然有了苏醒的迹象。哎，等会吧，他在洗澡呢。我会转告他的。你不知道王哥最讨厌被人打扰吗？地上被捂住口鼻的肥猪，支支吾吾的。我抄起烟灰缸，对着他又来了几下。看样子过不了多久，王哥很快就会苏醒。摸出他的手机后，我又将床头柜堵在门口，绑着床单一路向下时，突然有几人破门而入，我正卡在半空中。卧槽，大哥你没事吧？我就说那娘们有鬼，快，她要逃跑了！脚刚踩在栏杆外侧，头顶传来呼喊声。妈的死娘们！身体瞬间腾空，我整个人往后倒去。他们居然把床单切断了，幸好女儿牢牢抓住我的手臂。妈妈，快进来！走，追下去，不能放过她。还没呼吸两口新鲜空气，又传来砸门声。这家是空房，一时半会他们赶不过来。幸好我刚撂倒王哥时就已经报警了，我只需要等到警察的到来。宝，来帮妈妈把床头柜推到门口。随后我带着女儿退到了阳台。不管等会儿发生什么，你别管妈妈。你急着拿水果刀保护好自己，听到没有？我拿起撑衣杆，站在女儿身前。他们已经闯到了客厅。咚咚，房门颤抖，发出巨响。女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我自己也泪流满面，却只能抱着她安抚。别哭，妈妈在昂。最后，他们冲进来了，应该就躲在阳台去搜，不然等会有我们好看的。玻璃门被反锁了，嘣！他们直接踹碎了玻璃。乌泱泱的一群人，很快将角落里的我们揪了出来。我拿着撑衣杆乱戳，你们还不赶紧跑！我报警了！啪的一下，小弟直接抽肿了我的半边脸。死娘们，又在这里满嘴跑火车，给我们大哥打成那样，千万不要放过他，肯定是骗人的。女儿拿着水果刀冲了上去。你们休想欺负我妈妈！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接被踹翻。呵呵，大哥不让我们碰你，那你这宝贵的女儿肯定可以吧？小弟猥琐地笑着，已经开始解裤带，而我的手臂被人抓住，根本无法动弹。别碰她，让我来。小弟拧着我的下巴。呵呵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女儿被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狠狠地咬了身后人的手。在尖叫声中，我一头撞在了小弟的后背上。终于，警笛声响起。卧槽，这娘们真报警了！快跑！这伙人跑得飞快，我的心却狂跳不止。劫后余生，竟然是如此。想起刚刚拿王哥手机报完警，我又打给了老公。什么？你少瞎说，我妈不会害你的。明天出完差我就回家。呵呵，要不是我听到婆婆跟王哥的秘密对话，我这辈子都要被蒙在骨子里。老公啊老公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等着吧，你和婆婆一个都别想跑。我带着女儿溜出门，
发现警察们已经冲了上来，王哥不翼而飞，但是小弟被抓住了。你好，请问是赵媛女士吗？不是吧？阿 Sir， 我根本不认识这女的，咋可能聚众卖淫还绑架呢？女儿尖叫着。就是她，她刚刚对着我脱裤子了。赵媛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你懂的。呵呵。警察让我先回家收拾一下，等会去做笔录。心依旧狂跳不止。王哥逃跑了，如果警察抓不到他，找我报仇怎么办？我带着孩子回到了家里，看见了姗姗来迟的老公。妈呢？警察为什么把妈抓走了？我和孩子身上还有淤青，而老公却视而不见。呵呵，你倒是问你妈，她到底干了什么会被抓走？闻言，林子轩扑通跪下：赵媛啊，你放过妈条生路吧，她一把年纪了，是断断不能坐牢的啊！只要你等会装死，谅解妈，担保她没参加聚众卖淫，妈就不会坐牢了呀。眼前的男人泪流满面，我却只是笑了笑。看样子他早就知道婆婆干得够当嘛。你找警察哭去吧。你，赵媛，我真是后悔娶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给我等着。老公骂骂咧咧地出了门，拦着警察不让搜。而我捡起墙角被弄碎的监控，抽出了那张卡。这将成为最有力的证据。对，就是我报的警。我赵媛实名举报婆婆聚众淫乱。林子轩见状，连忙捂住我的嘴：老婆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警察同志，我手里有证据，有录音。老公的巴掌即将抽过来时，我转身迅速躲开。门口的警察一副为难的样子：林子轩先生，你现在是在妨碍公务。老公听完，眼神闪躲，在我耳旁低声求饶：赵媛，你到底想要我怎样，你才能放过我妈？我笑着比了1000，这是好说，我给你1万都行。100万，而且我要求离婚，女儿的抚养权归我。赵媛，你 TM 失心疯了，我上哪里找100万给你？我摊手表示无所谓，朝着门口吼道：你们进来吧，这里是他们的据点，肯定有不少证据。警察们进来，开始左右翻找，还当真翻到了婆婆的手机和那袋20W 的现金。人赃俱获。赵媛，你是想鱼死网破吗？行，你不放过妈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然而我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后，林子轩的脸刷得白了。我去筹钱，只要你出谅解书，放过我妈，我离婚，我都答应你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婆婆在看守所里朝我下跪，她哭得眼泪鼻涕一起流。儿媳啊，我是被逼迫的啊，他们逼我干的，不然妈也会救你的呀。我当时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，实在不敢上前帮忙啊。我却一脚踹开他扒拉我裤腿的手。你被逼迫，你开直播看监控是不得已，你当真以为我好糊弄吗？任由他再怎么哭诉自己的可怜，我也没再回头，只因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。婆婆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那袋现金就是最好的证据，而我的谅解书可以让婆婆少坐几年牢。但是我会让她如愿吗？如果我不够聪明，现在体无完肤的就是我赵媛，冤有头债有主。王哥，你 TM 也别想好过。警察搜查证据时漏掉了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我从王哥裤兜里摸来报警的手机。破解密码后，我查到了备注名为“心肝”的联系人。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确定，心肝是王哥在这座城市包养的三姐。而在警方审讯期间，我也得知了王哥等人专门干售卖女人的勾当。
真不是人。此次警方极为重视，在城区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，而他的小弟死活不招供。没钱没手机的王哥会躲在哪里呢？当然是去找这个心肝。于是我第一时间上交了这个手机给警方，自己则根据信息找到了心肝的住址，一家离我家20公里的发廊。我提前踩点，聘用了2名居民演了场大戏。听说了吗？小区那个在相亲角钓霸总的那个老太婆被警察抓了。我滴个亲娘嘞，那老太婆居然卖自己儿媳。我还听说她已经招供了，把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老大出卖了。人民警察直接掀翻好几个据点，抓了不少犯罪同伙。真该死，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生！那个老大就在咱们市里躲藏呢，悬赏50W，咱们快去找通缉犯啊！哎，对，就是个啤酒肚的大光头，逃跑那天光着上半身嘞。咱们要留意，发廊里扫地的女人脸色一白，立刻冲出来询问：你们在说什么？谁是通缉犯？我看他这副紧张的模样，恐怕也是个受害者。而此刻，发廊2楼突然发出激烈的打斗声，还有男人杀猪般的尖叫。太好了！便衣警察早已将王哥拿下，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林子轩还没遭到报应。咖啡厅内，我拿着监控视频，勾唇轻笑。我现在后悔了，100万不够，至少还要附加套房子，因为我要养女儿。赵元，我有没有这么多钱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嫂子，就算妈犯了错，你也不能这么折磨大哥吧？我们老林家都没怪你，抛弃你老公呢。弟弟还没说话，弟妹率先翻了个白眼。哦，刚处理了老绿茶，差点忘记了眼前这个小绿茶。我直接一杯水泼在这长舌妇的脸上。长辈说话，轮得着你插嘴？赵元，你个疯女人，你都要跟大哥离婚了，你算什么个球？老公，你看他，大哥，他不写谅解书就算了吧。再说了，妈在里面表现好就行，无非就是2-3年的时间。呵呵，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这家他娘都是人才。赵院，你写个谅解书要你命吗？妈好歹也是当了你10几年的婆婆，哪次不是悉心照顾你那个女儿？都是妈带大的，有没有良心啊？大哥，你赶紧跟这个疯婆子离婚吧，100万让她净身出户吧。一个老女人还真以为自己被男人强了呢，得理不饶人。见弟妹这副屌样，我干脆也不装了，上去就是甩了她几巴掌。啪啪啪，又是扯头发，又是扇耳光，打得旁边的2男人目瞪口呆，杀猪般的尖叫响彻咖啡厅。赵元，你敢打我？那俩这时才意识到要帮忙，我直接狂吼一声，掏出水果刀，谁敢上来，我拿刀砍死你们！赵元，你被男人强了，就来朝我撒气，你个下面烂了的疯子，都骂我精神病是吧？老娘今天当一会儿神经病！啪！这巴掌打你不尊重嫂子，多少年了，天天在亲戚那里嚼舌根，说我在外面当鸡。啪！这巴掌打你装绿茶，舌头长，妈害我被人掳走了，你不想着处理家事，还到处避避，家丑外扬。啪！这巴掌没有理由，老娘就想打你，让你爱挑拨离间，他的头发就掉了一大把。弟妹跪着求我不要再打了，这张闭嘴可算闭紧了。见我气消，弟弟这时才敢上前。嫂子，你快放开吧，他知错了。我拿起水果刀，指着他眉心。老娘说放过他了吗？谁是你嫂子？你们有把我当过自家人吗？
你哥的把柄还在我手上呢。呵呵，老娘10几年受的委屈，区区100万够个屁！林子轩到底离不离？见他不说话，我抄起刀，对着他的裤裆比划2下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精神失常，万一哪天梦游，不小心让你断子绝孙了，那也不能怪我哦。反正你妈喜欢儿子，呵呵。见我这副发狠的模样，再加上心里本来就有鬼，林子轩终于妥协了。好了，圆圆，我答应你。估摸着怕我抖搂出他的秘密，林子轩很爽快地签了离婚协议。说好的，到时候离婚成功，钱也到账了，你必须把监控交出来。离婚那天，我看着小本本，终于舒心地笑了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当然是去新家了，以后我们只有妈妈喽。上车时，身后传来林子轩的无能狂怒：赵源，你 TM 敢糊弄我？这里面哪里是监控，分明就是我妈跳舞的视频。对此，我只能表示无奈。谁让他心里有鬼，当初我就在他耳边说了几句。老公啊，你知道妈今晚要卖我，你这算共犯哦，我也不骗你。我手里有监控视频的记录，妈要是说出共犯，可以减刑的。你猜她会不会举报你？只要我把证据交上去，老公，你就完蛋了呀。其实监控的画面早就没了。王哥临走前砸了一切的电子设备。婆婆被判刑，也是因为她的账户里有资金来往。但是啊，林子轩自己傻，做贼心虚怪谁呢？而我手里确实有一段录音，就是那个我藏在床底，然后被踩烂的手机。事后我尝试修复过，失败了。但是呢，心里有鬼的人当然会害怕。于是啊，我就拿着这个虚晃的证据，让老公，哦不，前任老公支付了100万的离婚补偿费。妈妈，爸爸一直在打电话。我上扬的嘴角难以掩盖，直接将他送进了黑名单。不过我也怕被报复，因为林子轩天天追杀，3天2头尾随。所以探视王哥时，我花钱请了他的心肝去添油加醋。于是王哥成功恨上了婆婆，因为他觉得是婆婆出卖了他的藏身处。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段，王哥在外面的小弟竟然直接砸了林子轩的家，墙壁泼满了红漆，十分吓人，上面写着去死。自那以后，林子轩就老实了，不敢得罪我。因为在被他无数次骚扰后，我警告了一句：我现在已经是王哥的女人了，你再骚扰我，他虽然进去了，但是小弟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样子林子轩还真信了嘞，真是头猪啊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会梦到那晚的恐怖经历，尖叫着大喊不要。每当这时，女儿就会安慰道：妈妈，别怕，我在，真好。我以前也不敢想，结婚10几年的老公，相处多年的婆婆，会将我卖人类。人啊，果然要长脑子，凡事留个心眼，信他人不如信自己。